在山西稷山县城西南方向约7公里处，有一块并不起眼的土原，却隐藏着一段惨烈的历史往事。公元546年，东魏高欢率10万大军围攻西魏玉璧城，守将魏孝宽以寡敌众，凭借险要地势坚守50来天。高欢采用地道、火攻等战术，均遭挫败，最终伤亡7万人溃退，留下了万人坑遗址。这场战争不但改变了国家历史走向，更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军事案例。离开了永济市蒲津渡遗址，我就前往稷山县玉璧城，距离140公里，驾车需要1个小时50分。玉璧城遗址，这里有一块文保碑，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。非常可惜，这座玉璧城遗址啊，就只剩下遗址了。除了入口处有一点点夯土城墙以外呢，剩下的全部都是麦田了。东魏与西魏的最后一场战争啊，也是取决定性的战争——玉璧之战，就是发生在这里。这场战争啊，十分的惨烈，双方死伤都很严重。特别是东魏这一边啊，10万大军来攻城，死了7万多士兵。战争结束之后呢，西魏这边的士兵啊，就把东魏士兵的遗体集中埋在了城外，从而呢，就有了一个万人坑了。万人坑应该就是在前方不远处了。我们边走边找，先来讲一讲这场玉璧之战的历史背景啊。所谓的东魏和西魏啊，其实是史学家为了区分这两个政权而给他们取的名字。他们这两个政权呢，都是自称北魏，没错，就是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于公元386年的那个北魏王朝。北魏王朝最初的都城啊，是在乐胜，是位于现在的内蒙古。后面呢，又把都城搬到了现在的山西大同。再后来啊，又搬到了河南洛阳。大同的云冈石窟啊，就是他们开凿的。搬到洛阳之后呢，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。龙门石窟啊，最先呢也是由他们开凿的。后来到了公元534年呢，北魏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呢，就名存实亡了，权臣当道。当时的丞相高欢啊，就扶持袁善建称帝，并且呢，把都城搬到了邺城。邺城就是现在的河北邯郸市那个地方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东魏。另外还有一位军阀头子叫做宇文泰，就拥立元宝炬为皇帝，并且呢，把都城啊定在长安，史称西魏。这两个政权啊，相互不承认，都称对方为反贼。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啊，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国土面积上啊是差不多，但是国力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东魏这边呢，由于土地比较肥沃，所以说从人口、经济、城市还有粮食方面呢，都要比西魏强大很多。所以说综合国力啊，可以说是3七开，东魏占7，西魏占3。这座玉璧城啊，就是属于西魏的地盘了。从这里往北一点点呢，就是汾河，汾河的另一边呢，就是东魏的地盘了。看一下这边路基啊，是发生了坍塌。其实最初那个万人坑啊，就是这么发现的，就是一个土原的边缘发生了坍塌，露出了很多白骨。在那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洞，说不定这就是以前的地道呢。找到了，就是在这一面的崖壁上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头盖骨、有肋骨，还有大腿的骨，全部横七竖八的挤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尸骨啊，仅仅是冰山一角了，因为当时战死在这个战场上的士兵呢，至少有7万多人。再来看一下这些横七竖八的白骨，可以想象当时的战争啊是多么的惨烈。这些呢都是有血有肉的士兵啊，也是爹妈的孩子，是妻子的丈夫，是孩子的父亲。7万多个士兵被埋在这里，也就意味着有7万多个家庭啊失去了顶梁柱。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了。
用在高欢身上啊，应该叫做一将功败万骨枯比较合适。哦，您专门过来这里看啊？哦，您不是本地人吗？是呢。哦，是本地人。是没来过吗？没来过。哦，就是在前方，拐个弯。拐个弯就到。啊，拐个弯在崖壁上。在崖壁上。啊，刚刚遇到的那位大叔啊，就住在离这里10来公里远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从来没有来这个地方看过。因为东魏和西魏原本啊就是一个国家，所以说他们双方啊都想去征服对方，实现国家的统一嘛。特别是东魏这一边啊，因为他国力比较强盛嘛，所以说呢是对西魏啊发动了好几次战争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潼关之战，还有沙苑之战。这2次啊，高欢呢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其中潼关之战呢，我们上次在潼关古城的时候呢，还详细讲过战争的过程。那么后面高欢呢又打了2次胜仗，就是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。那么高欢呢就一鼓作气，带着10万大军呢要来攻玉璧城。那么当时西魏这边的玉璧城守关将领呢是叫做魏孝宽，这边的兵力呢只有7000多啊，而面对10万大军啊，那么魏孝宽这边呢是如何以少胜多的呢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利用了这里的有利地形。再来看一下这边，你看下面就是悬崖峭壁了。其实整座玉璧城啊，4面都是悬崖峭壁。当时高欢就是从北边打过来，还隔着一条汾河。过了汾河之后呢，就要攻城了。怎么说呢？高欢那一边呢，由于连续打了2次胜仗，再加上啊自己士兵比较多，所以呢有一点轻敌了。而魏孝宽这一边呢是比较稳重，所以呢他是以守为主。那么高欢那一边呢，想尽了办法，怎么攻都攻不上来，最后呢还想到了挖地道。高欢那一边挖地道的时候啊，魏孝宽这边呢也挖了一些沟道，就跟高欢挖的地道啊给对上了。那么高欢的士兵从地道进攻的时候啊，魏孝宽这边的士兵呢就焚烧稻草，就把很多高欢的士兵呢给熏死了。这一场战争啊持续了50多天，由于有很多死去的士兵啊没有及时掩埋，后面呢就发生了瘟疫，再加上天气啊又下雪了，所以说病死的、冻死的、饿死的就不计其数了。据史料的记载啊，高欢这边呢总共是死了7万多士兵。那么高欢本人呢也是染了重病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过50了嘛，也知道自己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来征服西魏了，所以说也是含着泪啊离开了这个战场。那么在回去的途中啊，他为了鼓舞士气，还叫一名大将啊创作了一首歌谣，叫做《敕勒川》。那么今天说起玉璧城啊，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你一定听过这首歌谣，有其中一句啊，叫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。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崖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高欢回去了之后呢，在公元547年啊就病逝了，享年52岁。高欢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高阳啊就篡位了，建立了北齐。从此之后呢，北方啊就进入了北周与北齐的对峙时代，直到隋朝啊天下重新统一。其实这座玉璧城啊规模是很大的，我们目之所及看到的这些高台啊都是属于城池的范围。看看这周边全都是麦田，如果不说的话，很难想象这里啊竟然是玉璧城遗址。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白骨啊，仅仅是冰山一角，而更多的尸骨呢，应该还在这地底下。